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吴哥好，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陈炳凤。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仁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桃园市议员林涛。吴哥好，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今天有很多的事，尤其我上礼拜就讲，这个礼拜对国人来讲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OK， 好，那你看到包括在军购这件事情上面，那大家在问整个过程上，那问答之间有没有涉及到国家的一些相关一些机密的问题？那包括国防部长跟徐小新之间的一些直接对呛的一些的东西。好，那军购对大家讲非常非常重要。明天礼拜四。明天礼拜四下午2点半，那柯文哲前主席的这个案子就要宣判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小草那要去声援柯文哲前主席，而所有这一切，柯文哲前主席的案子判无罪、重罪、轻罪10年以上以下，对国内政治未来的发展都非常非常的关键。好，那到底会是怎么样？那除了这个以外，包括你看到徐春英许春英呢，今天呢，那被起诉了以后，今天法院开了延押庭，那继续押 ，OK， 那继续押的结果，许春英跟李珍秀之间有任何一点的关联性吗？那从李珍秀的一些言行举止，那引起国内所有的一些的争议，到现在，那这对国内的政坛又会有什么一些影响？但今天大概一大早开始，一直到现在，大概对国人来讲的话，政府很多的媒体人都在谈的就是，对于马前总统跟萧旭晨之间。有人就直接讲，如果要开撕的话，最严重的是自己人开撕。对于马前总统、对萧旭晨来讲的话，这是不是面临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所有这些到底是什么样一些的原因？是财政纪律的问题，还是中间有涉及到谁忘了很多的事？是真的这个样子吗？如果真的要这样讲，这所有的状况，来，任俊，财政纪律六亲不认，这是马前总统在这2天的媒体上面，那有一个媒体去专访，他特别讲了这些事情。然后萧旭晨在今天呢，直接面对镜头的时候，他也做出了回应，他甚或哽咽，他讲说他都有报告，然后是马前总统有忘记了一些事情，所有这些赤裸摆在所有国人的面前。而且刚刚主持人讲说，这整件事情发展到自己人开撕哦，事实上如果更精准的说法叫做当事人自己出来开撕这个就厉害了。因为老实讲，过往大家对于萧旭晨因为他曾经在媒体待过，然后后来进入到马英九的身边从这个总统府，后来一直到这个马英九办公室，然后到这个所谓的马英九文教基金会，基本上他跟马英九的这个合作，其实外界也都不觉得就是说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想到，因为马英九基金会的一张所谓的离职的这个声明，反而到后续你看到今天演变成马英九昨天自己亲上火线，接受媒体的访问。萧旭晨今天早上被问到马英九说法的时候，甚至一度哽咽，认为说呢，你知道他昨天晚上发那个言发那个文因为非常蛮长篇大论的啦讲到就是说事已至此他已经走到他最不愿意面对的那一步，叫做什么？他说他曾经答应过马家人，不会去伤害马英九，不会去暴露一些事情，但是现在逼得他必须要说。所以在昨天萧旭晨先发的这个声明里面，其实多次，我在印象中大概有9次吧去提到了马英九呢，现在的状况是很多事情都不记得。那我必须讲你如果看这整个事件里面，你会发现两边。包含马英九文教基金会，还有萧旭晨这边，其实同步都在进行一些的动作。包含到您刚提到马英九接受专访这件事情，他是昨天接受专访。那萧旭晨的那个长篇大论什么时候写的？昨天晚上写的。所以应该是彼此都知道，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找谁来说话的空间了，一定都是各自亲上火线了当然，对于几个争议来说包含到有提及，其实两边都有提到这件事情，其实认知有点不同包含到人事的任命提到这个王光慈的状况，按照马英九的说法是，我没有听到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而且他提出了一个疑问：这么重要的人事案，怎么没有书面？怎么没有书面？那一天其实，礼拜2的时候，敏凤就有提到这件事情，说为什么怎么没有书面这件事情？结果没有想到，马英九真的他接受专访就出来讲。那萧旭晨的说法是，讲他的要让他当执行长的时候，有其他董事都在马英九还很自豪的说，就代表我很会用人吧。
结果没有想到，怎么隔了1天2天，突然马英九变成为什么这个人怎样？萧旭晨提了很多的事情，甚至还包含说，为什么这几个人不在或什么的，再都在强调马英九的现在的状况，有些事情不记得。可是我就讲这个你来我往，在这一出的这个所谓的宫廷大戏里面更特别，因为昨天马英九接受专访，你看今天专访的内容，马英九说，我都75、6岁了，有些事情我不记得是正常的，但是很多事情我没有不知道。我认为这是很明白的在回应萧旭晨的说法。这是很明白的在回应萧旭晨的说法。为什么？我光讲一个哦，就我们自己在观察了哦。如果今天有人讲康仁俊，你什么事都不记得，对我来说，我只有2种方式。第一种是我承认，那我必须讲，我就毁了。我以我个人做例子嘛，那我就毁了。为什么？代表我承认我自己很多事情我搞不清楚，我在忘记。但是我如果今天告诉大家 ，OK， 对我有时候会忘记，我是不记得昨天吃什么，但是重要的事我都记得。那代表什么？我要捍卫我自己啊。我认为马英九在做的事情是第2件，他要捍卫自己。当你一直讲我什么事情都不记得的时候，那我就公开上媒体给你看，结果又有番外篇。因为今天风传媒有去做了一个报道嘛，就讲到说昨天这个平面媒体去访问马英九的时候，结果呢一开始的时候被要求按照访纲我也必须讲，有时候访问重要人物都会要求我们提供访纲这个也会有。但是呢，讲到这个访纲里面，第一个要按照访纲的顺序，第二个是访纲的题目不可以有变动。结果说记者在访问的过程当中这个因为总会有问到一些东西有特别的比如说我们访柯文哲说本来5点我加了第6点，我们当然会好奇嘛，对不对？第6点的时候我们就追问。那按照风传媒的写法是说，当记者有去离开这个题的时候，马英九的回应有一点的跳针，有一点不是那么的那个不是在正常访谈之下，他觉得有点怪。而且呢，提到说当时新任的执行长叫戴霞玲在旁边要求就是立刻要终止访问，经过媒体抗议完了之后呢，才又让他回来再继续谈这个议题那我也必须讲，一般我们在访问这个重要人士的时候，通常媒体的做法还会再发一篇侧写，通常会再发一篇侧写。如果我有发现什么，通常会发，但我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嘛所以我就回来看萧旭晨今天也亲上火线。好，问题就回来了，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讲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人事任用的问题，萧旭晨说当场还有别人在所以这个没有关系，董事会的时候问一问就好。可是第二个更特别了，马英九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居然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萧旭晨到中国大陆去能够受到热烈的欢迎，是因为他代表马英九基金会。但是后面有提到几个，包含有没有台商或者什么，他说我都不知道。问题就来了，萧旭晨的说法是，我做什么事情都有跟马英九说明，我有跟马英九报告。我认为这里面开始出现落差了，也就是如果马英九说我不记得。这也很有可能将军跟我说什么事，我不记得了，那可能他真的有说，但是马英九是直接咬定我不知道，那完蛋了，萧旭晨说法是我做什么事情都有给你回报，那问题就有点落差了。第一个就是说，你跟他讲你要去这边，他可能知道，但你后续有没有处理一些事情，可能对你当事人认知认为说，我已经跟你报告过，你是同意还是怎样，我不清楚。但问题是，现在看起来马英九专访里面提到财政纪律就是一个大问题了。马英九多么强调这几个字呢？包含刚刚主持人讲说财政纪律我6亲不认，马英九特别还比了个6，还比了个这个。他还告诉你他当过法务部长，是他任内，然后起诉过多少人？没错，对，然后多少人里面有多少是他的亲信？我不知道马英九亲信有这么多人但是他特别在强调这件事情，所以问题麻烦了。还有包含到有没有财务的状况，很多人都会觉得，难道你们之间不能沟通吗？萧旭晨今天怎么说？事件发生到现在为止，他试图跟马英九联络，马英九都不跟他见面。对，那更麻烦了，没有交集啊。过去萧旭晨或郑丽文根本是敲边鼓，莫名其妙跑出来，就是把那个旁边的人骂一顿。我不太知道你今天到底是要帮谁，或是怎样。不是，这整件事情，有人讲说这整个事情，因为是上个礼拜一开始，是，然后到这个礼拜发生整个有大转折的。当然，你说郑丽文主席有接受媒体访问，就讲了一些马英九身边的人然后什么对国民党伤害很大。尤其是后面用了贼人，还有什么有心人士什么这些，然后到了下午，
我记得是礼拜一下午，大概差不多大概傍晚的时候吧。马英九基金会就发了一个声明，没错，然后移送司法调查。那有人说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有一些在这里面，然后是整个催化的某种程度会造成一些的影响？而且郑丽文那一整个的言论，现在看起来，我不认为他是只针对萧旭成事件啊。有人说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有一些在这里面，然后是整个催化的某种程度会造成一些的影响？而且郑丽文那一整个的言论，现在看起来，我不认为他是只针对萧旭成事件啊。因为你如果盘点郑丽文现在党中央核心里面，大概有几个过往跟马英九之间，或者是马英九的幕僚、前幕僚什么的，都曾经有过新闻事件嘛。所以我不知道郑丽文是不是刻意要去强调这件事，但他很麻烦。因为我就同样的概念嘛，如果今天有人讲我康仁俊怎么样，我要就是承认，不然我就是否认。那我要否认的方式就很简单，我就是否认到底之外，我一定会告诉大家错是在你嘛。所以我刚刚就讲，就是萧旭成的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哦。大家讲说是不是有旁边有心人士？你看萧旭成一开始都在强调，是不是有心人士在作为操作？希望不要弄这个。萧旭成今天不能把它扩大了，扩大到什么？在这么重要的时刻里面，甚至还有蓝白合作都拿出来讲了。我认为萧旭成大概有发现到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不管马英九身体状况怎么样。你能不能够证明？就这么简单，因为对方现在看起来要告你背信嘛。那你如果按照他们现在所铺路的讯息是，你今天到中国去，如果有台商跟你请托什么，或者有没有财务的状况，马英九那一句很有趣哦，你都是因为代表马英九基金会。但如果这中间没有，构不构成背信？你自己做了这个，那我就讲嘛，以萧旭成的状况，他说。面临到很多家庭都有的情形，我也必须跟萧旭成说，家庭的事情是私事，可以私人处理。马英九基金会的事情是公事，你怎么去用这种方式来做？如果你觉得他早就已经在，一般都会自保，看起来你有没有自保的东西我不知道哦。但是现在问题就回来了，过往大家都讲说是不是有心人士在旁边操弄？我觉得几个新闻是很有趣的，比如说。在昨天的新闻，先有一个讯息说，金溥聪啊，应该可以明讲嘛，因为他自己都有受访，他也都承认嘛，他奉命行事。但是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有一段的报道是这样，金溥聪手上拿了马英九的委任书，很怪嘛，很怪。我说很怪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是拿委任书？表示我自己不想出面，我不想出面才会有委任书嘛。但是你如果看那个报道，是当双方在争执的时候，马英九有出现了。是。那个时候马英九出现，看完全程完了之后不发一语之后离开。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马英九本身就自己就要处理的时候，为什么会要给一张委任书？就委任书这件事情没有意义嘛？除非是我本来不想碰，我请一个人来帮我处理嘛。对啊，就他全权在。真没想到你们在里面吵成这个样子。但后来马英九出现，我就出来一下。但你现在在对照今天，马英九不是要出来一下？马英九在告诉大家，这个决定是我做的。OK， 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件事情一路现在时间序拉到最早是上礼拜一16号发布马英九文教基金会发的那个声明，尤其那个里头讲到他们新任的执行长叫戴嘉玲，然后人品端正、操守清廉。那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大家都在讲，这几个字在一般来讲大概很难。为什么你要发布一个新任的执行长，你会去讲这么一段？好，那接下来这里面讲啊，那讲这些，然后讲到最后，特别也提到，好，那未来，然后前执行长萧旭成跟员工王光子未来个人言论行为，均不能代表基金会跟马英九前总统的立场。这声明内容让大家那时候就有联想了 ，OK？ 那当然那个时候萧旭成在回的时候，因为他那原本就免签基金会，全力协助郑丽文主席，感谢马前总统栽培，永远感念这件事情，然后出现整个大转折在又过一个礼拜，就是前天礼拜一的时候，3月23号，那郑丽文接受了一个访问，提萧旭成到底，那里面他直接讲说，他这整件始作俑者是惯用一些小人步数啊，什么，然后后面就讲，那绝对不能让贼人或有心人士得逞，类似这些。然后讲完以后，下午就我刚刚讲，傍晚的时候，马英九文教基金会发了一个声明。发生违反财政纪律的情事，送司法调查，有没有关联性不知道，但是时间序就是这个样子。而这就是任俊刚讲，在过程当中，那昨天周刊的报道说，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些的争执，过程火爆。那马英九当下一度不出自己的办公室，走到双方争执的会场，没有发言，也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环顾现场，
静静的听金溥聪发言，然后随即转身离开。那当然有媒体有求证金溥聪金老师，那金溥聪直接说我奉命行事，大家讲说大家也不要乱写，不要什么，要不然他当然会告。可是这件事情他只是奉命行事 ，OK？ 那马英九马前总统那自己亲上火线，他说萧旭成、王光慈两个人去职的原因涉及一些财政纪律的问题，两个人常常结伴到中国大陆访问，而且接触很多台商，中间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上下引线？我们在节目也每次讲上下括号。就告诉你这是原文，中间有无财政上的关系，他们没有告诉我。这是马前总统在访问里面，然后马前总统同时说自己在担任法务部长期间，曾一口气起诉过800-900人，其中有很多是他的亲信，所以他在这件事上六亲不认，好不好？财政纪律六亲不认。那萧旭成在今天的访问的时候，他讲说，曾经有位老长官跟大家讲说，马英九早上还在问我说，问我和王光慈为什么离开，下午就说要法办他们。台湾也是上下引号哦，台湾有很多家庭应该也有类似的经验，长辈忘记了，长辈认为你怀疑你做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让他很心酸也很无奈。OK， 那这句话字里行间引起了很多人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些想象空间。那中时有一篇报道，萧旭成凌晨发了签字文说马英九忘了很多事，然后批被有心人挑拨。郑丽文在中常会的时候，今天声援萧旭成，他说对整件事不舍也难过，竟然有马身边多年的幕僚，不知还算不算朋友的朋友，不惜伤害马英九国民党，然后对萧那无情不实攻击。好，整件事情一路走到现在，我相信在媒体上面你可以看到，尤其很多国民党的一些朋友就讲说，怎么会搞到开撕成这个样子，心痛仇快，甚或突然让民进党捡到枪、捡到炮、捡到什么？杨明讲的最直接，他说这件事情如果要送上北检调查，不是，如果送司法侦办，那就一定会送上北检调查。那最后甚至演变成把国民党解散，心痛仇快，这是马英九期待的吗？来，敏凤，整件事情里面牵涉到现在，任俊刚讲了一个，他第一个表面看起来是马英九是不是在处理马英九文教基金会的事，牵扯到是不是有马英九前幕僚，然后奉命行事要处理。萧旭成跟马英九的关系在前面，尤其在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或是有大陆的一些学生来的时候，几乎都是他在发言。但眼下这件事，刚刚人就说一路演变到，甚或已经演变到两岸关系都在这里面，会有一些影响吗？会啊，当然是会有影响啊。就是说这种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萧旭成在马英九卸任之后，他是完全跟着马英九做事情。那反倒是这个金老师呢，他跟马英九的距离是有距离美。他们的关系就很像李登辉跟苏志诚。卸任之后不认同那个本来的路线，所以有点，譬如说，就盛传2024年的造势晚会是谁不让这个马英九上台的之类的啊。然后这个有一个马英九所属的基金会要解散，这两个人意见也不同，所以说。后来两个人后来大家都以为他们两个人是闹翻了，可是没有想到这次金溥聪又回来从帮马英九处理这个基金会的事情。当然很多人有知情人，当然不意外，但是不知情人可能觉得很意外。很多人有知情人，但不意外，但是不知情人可能觉得很意外。可是这个东西就处理到，就是说，就像萧旭成讲的，我觉得对萧旭成最难堪的是，萧旭成我们从跑新闻就认识他了。他那时候跟何博文他们是同一辈的人，然后在立法院都是在院长室待很久的人，然后其实他人就是虽然很安静，但是还蛮勾引的。那走到现在，当然路线不同啦，但是我想有人的本质是不会变啊。所以萧旭成他一直就从事件爆发以后，他就是在隐忍嘛。他也说过，他会答应马家，也会保护马总统到最后一刻，所以他也做到，他的嘴巴里面。就是在那之前都没有讲出什么意见来嘛，但是他到最后昨天晚上他就有点也开撕了嘛，就是说马英九忘记很多事，这个是重点。我请问你，你党主席知不知道马英九的情况？他一定也知道，因为他上任的时候去见过马英九嘛。那你就明知道是这个情况，那你为什么要去讲他贼人？那他没有说谁是贼人。
但是他就讲不让贼人跟有心人士。大家都知道嘛。这件事情也是我刚才不是马英九，是周美青，就是周美青委托金老师回来的嘛。那所以金老师就说你无缘无故骂我贼人，那以金老师的个性，从年轻到现在有改过吗？那你自己要自讨苦吃的啊！那我有什么办法呢？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那最重要的是，萧旭岑如果一旦被作为所谓的财政纪律有问题的人的时候，倒大霉是你郑丽文啊。不过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啦，这个是保马英九的晚节嘛。然后呢，你郑丽文也可以趁机调整一下路线嘛，顾一下你的选举啊。你调整路线，等一下，你是说包括政协会叫附录交流是吧？就不用管他们，那个国民党中央管人家怎么讲啊。那请问一下，那政协会还要不要？政协会，你看这个现况，你觉得习现在最在乎的是川普什么时候去？当然，对，那你政协会你要拖到6、7月吗？那党内就造反了。新竹县会不会分裂？会不会分裂出来？有人脱党竞选？这才是你正主席应该要关心的嘛。那你作为一个主席，你讲话就要慎重，不管你上了主持人跟你有多熟，两个人姐妹淘。这个姐妹淘大家都知道，然后呢私底下聊天就开始讲这人是贼人，讲那人是贼人，虽然没有讲出来谁是贼人，但是有人就知道他在骂谁啊。那贼人就开始动作啦，因为我不能自认自己是贼人嘛，我是绝对有周美青或者是马英九亲自委托的人，我不是自己这边做的人啊，他是有被授权的人嘛。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对萧旭岑可能未来就会很吃亏啦，因为在马英九的记忆里面，如果没有那一块的时候，对他上了法院，这个东西就很难讲啊，对不对？如果说他连这个人事命令都没有的话，但是如果说他说王光慈这个升任这个执行长的时候有董事会有开会，那还可以。但是他们现在质疑的是另外一块，就是说去大陆去中国的时候有没有跟台商见面？台商这一块很难证明啊，对不对？他们有没有拿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现在马英九在怀疑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取代很多议题。昨天有人跟我讲说啊，那个赖总统核能的东西不用讨论，就看这一出就好了。好，前2天昨天跟前天跟昨天我们要讨论核能的一些问题，因为台湾能源政策当然重要，但是这件事情甚或也影响到做最勇敢的事情。这件事情也影响到两岸啦，或所有这些。亮君直接问一下，包括林俊宪委员就直接讲这件事情，在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牵扯到美中之争，为什么？这跟美中有什么关系？现在当然有很多的揣测跟分析啦，那背后到底萧旭岑做了什么事哦？这个因为现在反正如果接下来送司法，他们就自己去处理啊。但是呢，也不免让大家揣测说，为什么林俊宪委员会讲到美中？因为呢，现在看到郑丽文在国民党的路线，很明显的就是跟中国站在一起哦，那就是非常亲中的这个路线。那至于现在大家所说的这个金溥聪，金溥聪过去也曾经当过马英九时期的驻美大使，所以呢，金溥聪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我想。即使在政治立场上面，基本上跟民进党还是有很巨大的不同，但是我认为这个当时在马英九任内的时候，金溥聪肯定也跟美方保有一定程度的关系跟默契那所以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大家会讲说，这是不是国民党内部有一些美中路线之争？意思就是说，到底是要比较亲美国，还是比较亲中国？又适逢现在的立法院正在对军购案来进行审议嘛？那军购条例里面也涉及到说，最基本的其实是国防，可是现在社会上面大家最无法理解的是说，这明明是国防各党派都应该要认同的事情，那为什么国民党这么坚持？就是说，在这个金额的部分，他们很坚持，他们现在说3800亿，可是实际上包含国民党自己的前立委许玉仁也有提到，他在美国智库演讲，甚至去公听会这个听证会的时候，他也都提到。台湾的自我防御是非常重要的包含现场的这个林涛议员曾经也讲过，就是说3800亿的这样子的一个武器，到底足不足以让台湾自我防御呢？是不是应该要往8100亿甚至是9000亿来迈进？那当然，对于民进党而言，我们当然是希望1.25兆能够尽快的全数来。接下来进行通过跟审议，可是现在国民党的内部刚好在这个时间发生这么
微妙，然后又让大家觉得很扑朔迷离的状况，我觉得背后恐怕不单单只是说萧旭岑他去中国做了哪些事情，而是可能在国民党内部有一些在国际情势上面判断不同的角力战。OK， 当然如果要明白讲的话，就有人说亲美跟亲中之间是不是大家直接开撕，大家直接对垒？那林涛，你有被郑丽文主席在萧敬腾那件事情也直接点名过？就如果要是他也点名过你，好，那你一次回应好不好？来，林涛，以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的从政人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很多人，像联合报有一篇是讲说马英九基金会风暴，前驻纽约代表说，纽西兰代表说国民党伤重，民进党得利。联合报里面有一篇是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暴，国民党的委员说选民摇头说打民进党都没有打得这么用心。那罗志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所有这些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会伤重到什么程度？另外一个就是这牵扯到国民党里面内路线之争吗？包括因为郑丽文主席的所谓的比较心中的路线，国民党内部的亲美派全力反扑吗？武哥，首先这个针对这个主席这个点到我是觉得说，因为最近我们这个第二个小朋友出来嘛，所以我们真的很忙，没有时间去理跟我不相干的事情。所以主席点我一个不相干的事情，我是觉得不知道如何回应。这是第一个要来说明了。第二个部分其实到底国民党因为马英九基金会的这种风暴会伤到什么程度？我必须要几个层次因为刚才亮君提到就是说，这跟军购有关。这个民进党的 1.25 兆，基本上我们的小新的8100亿跟我的9000亿都是希望不要有商购跟自制的，就是绿油油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我们希望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我们来收。那第二个呢？大概不会去牵涉这么多的美中可是我必须要先讲，确实在整个马英九基金会的争议会转移焦点。最近不是在讲说赖总统要重启核2核3吗？突然之间就整个转移了。刚才米凤姐说不用再讨论这一题，那可是不用，我说她说应该讨论，对，应该讨论，但却没有讨论，就是变得很可惜，因为台湾的能源政策需要大家集思广益，而且需要大家往前走，所以这一个。等于就是说转移绿能的焦点，转移重启核电的焦点，这变成有一点像心痛仇快的这种演进。为什么现在打成这样？我说真的啦，从马总统到有心人士，这主席点到的有心人士，到萧执行长，都是我的老前辈，我们都一起共事过，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那有什么样的争议？有什么样的办公室的内容？没办法自己在办公室解决，或是用低调的方式，用司法来解决争议的，需要开撕成这样。我真的觉得这开撕是好没办法想象的，匪夷所思，怎么可能现在是拉起来？所以这部分我真的要讲，到底是哪一位有心人士把这件事情拉这么高？谁呢？就是我觉得，到底是问说为什么主席要骂人家贼人呢？是同一位吗？到底有心人士为什么要拉高？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你说有心人士跟他们讲的贼人是谁呢？所以我这第一个层次我必须说所以我认为不是什么美中，也不是军购的差异，私怨私怨就我了解的程度，就是说，其实很多地方大家意见不同。如果有账目真的有账目不清的地方，那要用司法来解决争议，或是马总统的基金会开一个董事会来厘清所有的账目，这不是一个基金会该有的方式吗？怎么会是直接拉起来开撕呢？你知道谁先把这个开撕到拉到这么高的阶段？应该是有一些有心人士。对，是有心人士，就是我们不晓得有心人士到底谁把他拉起来。第二个呢，我个人也必须要平衡了，因为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都是我的老长官。任何的健康因素都不应该成为攻防的焦点。这个本来就是大家觉得嘛，就是说任何的争议应该是争议本身，而不是用其他方式来转移。第三个啦，我必须讲，因为这个礼拜5的上午，
马总统基金会要召开一个临时的董事会，要来讨论，包括账目的内容，包括接下来大家讨论执行长有没有经过董事会的认可。我认为代执行长的这个任命也会在礼拜五这个过关。我觉得啦，如果可以在这个董事会里面厘清争议，就此解决，当然就很好。等一下，林涛，这个顺序是不是应该？如果在你的想象，是应该倒过来？没错，是应该是先开这个，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都知道，只要这个一拉上台面，就把国民党整个全部都拉进去，甚或把国民党的两岸什么全部都拉进去。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而不是用你说的方式？对，所以变成这个顺序是转过来的，而且礼拜五的临时董事会应该会针对账目来做一个检核。那我认为因为这个董事会应该有心人士不会参加，那相关的人士也没有办法介入。为什么这？所以我认为我持平讲，我认为是可以指派人。没有，我认为有可能会越演越烈，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假设情势是转移了民进党现在重启核2、核3的焦点的话。假设是重启这个焦点的话，我会认为大家也不要再，你们是受益的，是在帮民进党，不要再指责，是民养卧底了吗？就是也不要再指责，比如说贼人呐或有心人士，这件事情就交给马英九基金会董事会来认定财务的争议，然后如果有牵涉到司法的，由司法的认定。我最后结论呐，我是比较心疼马总统，因为这个地方不管是有心人士还是萧执行长还是任何人，他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他最终的清白，或是得到了他自己私怨的出口，我觉得受伤的都是马总统。你看马总统在这个程度，在这个事件里面受伤的程度，我非常不乐见，也不希望这些跟马总统工作这么久的人，有因为任何一点点任何的情绪或这种还没有被厘清的争议，就伤害马总统。来，将军，你最有资格讲这一段，因为你在国民党里面，你也经历过国民党的内部的这些，不管有心无心这些人我都认识。这是星期五，3月27号，要开的马英九文教基金会要开的会哈，里面出席人马英九董事长、易启明董事、李德维董事、夏珍董事、高华柱董事、刘伟明董事、薛湘川董事。对，都是董事，没有心人士。对，哎呀，不要那么累了啦，就金溥聪啦，金溥聪就是受了马英九委托出来执行这件事情的人嘛，就金溥聪。那大家认为金溥聪也好，萧旭晨也好，这两个人有哪一个人会去想伤害马英九？我认为绝对没有。这两个人对马英九总统前总统都是忠心耿耿。即使金小刀当时跟马英九中间可能在路线上有一些分歧，可是他不会去伤害他，也不可能去伤害马英九。我反而觉得这两个人都在保护马英九先生，都在保护马英九先生。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没有在保护他，但是两个人保护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金小刀不希望马英九在年纪大了以后被落上了一个亲中，甚至卖台的一个不好听的这个名字。真的，我觉得金小刀的想法是这样，至少不要让马英九在年长以后，若干年后，大家谈论他的时候，他是个亲中卖台的前总统。我觉得金小刀的想法是这样，而萧旭晨刚好相反，他觉得马英九这么努力在奔走两岸和平，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他？你知道这两个人都是为马英九好，但是马英九知不知道？马英九先生本人知不知道？这才是重点。如果马英九先生知道，不会发生这个事。如果马英九先生能够很明白的说我要干什么，也不会发生这个事。这件事情你不觉得扑朔迷离吗？当时发生冲突的时候，马先生在场，马先生在场哦。他有出来看一看、听一听就走了。那你认为这是有心人士带的风向，不是吗？还是萧旭晨先生误解了马英九的意思？没有啊，他在啊。那第二个，这个马英九一定会到吧？27号他上面有写出席，他董事长啊，对啊，他一定会到。他到了，那大家认为他会怎么发言？他会怎么发言？那如果他按照董事会的做法发言了，那大家觉得怪不怪？我反而觉得很心酸呐，很心酸呐。一个人到了最后，连
连他到底要主导什么样的方式都没有办法明白的说出来，我觉得很心酸。那林涛刚才讲的一点是说，他会比较心疼马前总统的，就是说。林涛刚刚讲说，任何人的健康状况不应该被拿出来讨论。当然不行，当然不行。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当邵学仁讲说马前总统忘记了很多事情，当然就会有很多人会去讨论到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可能也是将军刚刚讲，那可是对马前总统来讲没有办法，这件事情显然他已经亲上火线了。对对对。这一部分可能也是将军刚刚讲，那可是对马前总统来讲没有办法，这件事情显然他已经亲上火线了。对对对，当他接受媒体访问，他已经亲上火线了。他目前就记得的部分，他昨天已经专门自己讲了。就是啊，这件事情哈，自愿不愿这件事情，我觉得短期之间大家可能会有争议，但最后哈，我觉得金溥聪是真的在保护马英九。我个人觉得他真的在保护马英九，就是未来不要让他被贴上一个亲中卖台的这个不好听的这个标签。那么这段时间会不会说会受伤？但是大家觉得说，哎，那金溥聪不管国民党了吗？萧旭晨不管国民党了吗？我个人觉得，对于他们而言，马英九重过国民党。对于金跟萧而言，马英九的名节重过国民党。所以那这个事情其实本来是可以，我个人觉得啦，就是了不起2天的新闻，炒完就没事了。那可是被郑丽文给搞大了。被郑丽文给搞大了。对，就是你不要去戳那个什么贼人。全部的所有人，所有政治评论员，全台湾的人，有人谁不知道他在指谁啊？那当事人不知道他在指谁吗？所以第2份、第3份后面很多的那个基金会所发出来的声明，不都是被这逼出来的吗？如果他忍耐一下，好了，忍耐一下，这个大家忍一下就没事了，因为他爆冲。所以才把后面几个声明给冲出来，才闹得这么大。否则不会闹这么大了。不过，可是这整件事如果一路再往下来一中，刚刚赵将军那样讲，或是27号开临时董事会，开完以后有没有可能就是大家发现这件事情真的闹得大了？那也许也会伤害到党，就是这媒体上面讲，有很多国民党的人都这样想。那是不是大家就那算了？那大家就各自看看这件事有没有其他的处理模式？会这样吗？还是这件事已经闹成这样？那既然要送司法，那就送到底啊！那送到底，把这整件事情透过司法来厘清吗？可是如果就算是这个样，对于刚刚讲到，包括国民党的未来两岸路线，会因此要做某种程度的调整吗？哦，对，那个所谓的政协会，对，领导你们真的以后都要叫附录交流。附录访问计划，这附录访问计划6个字。对，我仔细去看，我也背了一下，就6个字。这6个字。那请问主持是谁？总要有个人吧？就附录访问计划，谁附录访问计划？应该是主席啦。主席哦，以后不叫政协会，叫附录会。主席附录访问计划，好不好？不是这件事情，你要拉回来讲，就是说马英九这一生最在意的什么事？他当了8年的中华民国总统，那当然卸任以后44年的两岸和平，那是他的志向。那这个立场上，可能大家会有一些想法，甚至马英九的治国什么的，连英国经济学人都曾经讲过他是马邦布勒，那个都是对他的评价。可是我觉得他最在意一件事情，2个字，他敢大拉拉的站在路上，叫清廉。这个东西也是他敢去中国跟习近平他们见面的一个点。过去国民党被人家诟病很多买办。尤其在阿扁执政时期，有没有很多国民党那边买办？其实阿中啊，拢看尾气啦，讲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啦。你们想要趁两岸红利那边做生意，其实阿中都看在眼里啦。那我相信马英九也不会这个就出来嘛，就是马英九跟过去那些附录那些买办，他最大的差别就是他是为了他的理想实现他的理想，所以清廉这个2个字对他来讲是他的底线。这点不用怀疑。对，不用怀疑。你知道上那个2月25号就是他们那个马办的那个早上那个春节的那个。就是他们开工嘛那天是金溥聪带的那个就是来接告发的那个前税务，后来带2位，一个是律师，一个是电脑专长的人，他们直接冲到王光石，就是当时的执行长的办公室要查他的电脑，王光石一直阻止嘛，这里面就有 mega 的嘛。如果我大拉拉的清清白白看贴啊，有什么好怕你看电脑的？他们进去看电脑这件事情很像剪掉要搜索，然后一直被阻止嘛，所以这里面。你不管马英九，你说他记忆不好怎么样？马英九看在眼里嘛？那你挡什么挡？还拉到什么？他也手都红了，有没有？那你有什么好挡的？如果
我坦荡荡，我 Excel 电脑我怕你看吗？所以你在那边挡半天的过程中，不就更落实了？所以到后来他的讲的话讲很重嘛。他经过那一次以后，他们不但其实我觉得他们一开始马办也没有把事情闹大，他们只有在上礼拜发了一个声明稿，就撤换那个萧旭晨跟王光石，然后当然他们有留下8个字啦。我觉得那8个就说新任的执行长戴霞玲是人品端正、操守清廉，所以我们大家在讨论说，好为什么要换？为什么？对啊。可是那其实就是新闻就过了就过了。阿里伯台伯吉就过了一个礼拜。对，你每次讲人家贼人，然后人家最后好，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最后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拿出来讲，然后包括电脑拉扯之间。那现在接下来他们已经要送检调的话，那最好。我相信马英九或是马英九的身边的人敢送检调，就表示。他就什么都不知道嘛，他如果知道还送检调，我的起笑，对不懂我意思吗？所以显然他们真的所以他讲的话很重，就是说马英九也讲嘛，就是你们代表以马英九基金会代表我去中国，没有每一次我都去，然后有时候马英九没有去，那这里面到底谈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到底因为那个前水户，根据那个杂志的那个爆料是说那个前水户掌握了相当的证据嘛，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事情，所以我相信马英九应该是看到这个东西，或者是他可能也许。夫人或谁看到这件事情会伤到了马英九，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说，你说什么马英九什么未来什么他的理念那个我们不讨论，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讲，他最后有一天他进棺材的时候，清廉这2个字他不能碰所以如果你因为有人利用他的名字在这个身边，然后造成人家的误会，我是因为看在马英九的面子上，所以我才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我问马英九，所以他说他为什么六亲不认，他说他为什么流泪，我觉得事情是这样。好的，拉回来讲，就是那你说郑丽文的那个什么。过去也不是正席会，每次都说正席会，谁跟你正席会啊？是习政会哦，你哪里跟他对等的？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他是有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请问你郑丽文除了国民党主席，你有什么身份？你凭什么跟他正席会？没有，我们这边当然叫正席嘛，这3个字叫习政，没有，这3个字就不对，就本身就不对。好，那第二个，那重点是好，那不管你习政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人家是看在什么？看在因为你找了萧旭晨当副主席，那人家认为说萧旭晨承马英九之命，然后能担任你的副主席，所以你们路线，马英九有讲哦，他说他跟郑丽文路线没有不同哦，他说这个是民进党见缝插针，他说他跟郑丽文很好，所以重点是那过去，所以郑的那个地位可以拉抬，是因为他背后其实有马英九的这个萧旭晨当副主席，或者是他们路线上，那你今天没有了这个东西以后，现在显然萧旭晨成为一个空壳子了。我讲来你也。萧旭晨连担任国民党副主席的这个过去的这个 background 也没了啦，他现在等于是一个空壳了啦。但所以在没有空壳的情况下，一博啊嘛，萧旭晨不马英九不就蒙萧旭晨还是什么？难道他就叫萧旭晨吗？他已经没有背后的那个八股了。所以现在对阿强来讲，那我为什么习近平要跟你争议？习近平过去只跟谁见面？他只跟马英九。2015年的时候是马英九那时候中华民国总统在新加坡见一次面。2024年马习2位的时候。虽然马英九已经卸任，但是他曾经当过前总统，也当过前主席，是因为这个地位，所以习近平才跟他碰面。OK， 那你郑丽文没有这些背景的话，等于讲没点没有马英九在背后这些资源的话，谁要跟你见面？所以最后你只能说我是附录交流，然后至于能不能见到习近平，我看是不啊，来，没猜。来，米凤很简单回应这一段，就当国民党内部刚讲要定调，那叫附录交流计划，不是正席会就正席会。就算你叫附录交流计划，它就不叫不是正席会，它的本质是大家在讨论的是郑丽文国民党主席跟共产党就跟那个习近平之间见面，两岸之间这些，郑丽文口中认为他要创造和平，他希望两岸能够和平，但是对有一些不管是民进党或是台湾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会不会过度请中，会对台湾造成一些伤害，这些不是在你的名字叫正席会，还是叫附录交流计划？是啊，这样就掩耳盗铃嘛。不是在你的名字叫正席会，还是叫附录交流计划？是啊，这样就掩耳盗铃嘛。你以为不叫正席会，就叫什么附录交流计划？哦，我还要背1个月才会背熟。附录访问计划。哦，附录访问计划。哦，对不起，你看你还讲错了。现在你就你看嘛，访问计划。我看你刚刚讲，我就忘了。对。所以说你不会因为改个名字，大家就那个疑问质疑就不见了。对，而且你这个东西附录访问计划，请问你这如果做标题，你要做多少字啊？当然就是正席会嘛，所以我觉得说，那个重点是习不见他的啊。不是啊，这个东西还不知道，但是问题是说，你就是明明，那你改这个名字，表示你心虚啊。
表示诸侯反映的东西，你有听到？表示这个一定有一些影响，对，包有些括对选举影响嘛。或什么。对，你看那个民调这样支持弱，那你怎么会没影响呢？所以你就掩耳盗铃改这个名字，那改完这个名字以后就 OK 吗？就万事 OK 吗？并不会，好不好？所以不用那边把那个头埋在那个沙子里了。我觉得就政协会，人家对岸政协会才有意义嘛，附录交流。那谁也可以去啊？那萧旭晨跟那个谁张显耀也去过很多次啊。那算不算附录访问计划？哦，好拗口啊，是不是啊？主要是他那个就是说谁去，然后见谁还没定嘛。所以如果有一个附录的访问计划，等于是大家谁都可以用，所以可能不会有政协会。我觉得看以主席的这个直播的访问看起来，他还是希望往这个方向走。那是郑主席的希望啊。但是你闹了这一出之后，我觉得是大伤元气。那对地方的选举来讲，可能至少那些候选人可以喘一口气。你想得没？对，来岳觉得会。我这人比较没念什么书啦，我认为这个说法，刚刚林涛一直很纠结在附录访问计划，因为我们不小心讲说叫附录交流计划不行啊，这个叫做脱裤子，就简单嘛。你觉得媒体真的会用这几个字吗？不会啦。你如果真的有郑丽文跟习近平见面那一天，我们不管你写政协会、习政会，他就是会这样写啊。那个名词一点都不重要啦。其实他真正问题是在哪一个？其实我认为这件事情，国民党根本没有把握到底能不能见面。那你接下来只要任何一个副主席或任何一个谁往中国那边去的时候，大家一定会高度关注是为什么郑丽文没有去嘛？我认为他你注虾啦，你注王虾啦，卖口打给公公啊，所以讲好听一点，说什么不要给国民党什么其他人困扰。郑丽文何等人也，他在乎这个吗？他不在乎啊，他连贼人都可以讲。对呀，他根本不在乎嘛。两位又上节目了是吗？两位现在是直接在节目上对讲就对了。对不起，我忘记我以为在正传媒，不是，好吧？我就讲嘛，就说现在国民党一直在玩这个文戏游戏，因为很明白嘛，大家接下来一定高度关注嘛。你说去贬义萧旭晨，我讲实话。我哥如果还记得，当时萧旭晨去接国民党副主席的时候，我就当时讲，我说萧旭晨以前被认为是马英九的萧旭晨，他接下来是国民党内的萧旭晨。郑丽文其实这些话语在强调的是什么？我走两岸需要靠你马英九吗？那是两边的在对话。你没有看过现任主席跟前主席为了谁能够在两岸走闯这种事情开撕的？这个很奇怪哦。你说金溥聪也不是在走两岸的人啊。你说他对美关系他很在乎、很重视，我觉得可以接受。但金溥聪不是去弄两岸的人，所以金溥聪一直在告诉大家，我今天只是因为马英九请我帮忙处理人事案，其他的东西其实老实讲，你看金溥聪有打算去回应郑丽文吗？是郑丽文自己不断的这里吵。那现在问题来了，郑丽文现在的那个说法，他一定要去调整。我认为其实对中国来讲，他现在等着看嘛。你国民党几个喜欢走两岸的，老共会不知道吗？卸任主席哪一个不走两岸？现在是以前的现任主席哦，没有人站到台面上去争这个两岸的话语权，没有去争两岸的代表权。现在是郑丽文要争。我认为为什么要调整？因为老共这边讯息应该很清楚了。你们先争完再说。你们要斗，你们要怎么样都去弄。那你郑丽文如果没有办法摆脱这个，郑丽文自己把自己站上火线的时候，那接下来大家看了，如果今天真的走入司法，萧旭晨今天我赞成刚刚讲了啊，你到最后把身体健康状况拿出来讲，不见得对萧旭晨有利哦，因为很多台湾人会觉得你去港共这边重要，但他是不是没路也在给啊？如果他真的已经到没路也在给啊，然后进入到正式司法里面，你郑丽文今天你那一些话语，接下来会被接受检验的哦。OK，大家看到那对于马英九文教基金会这件事情，刚刚讲到礼拜五上午要开临时董事会，那到底会是怎么样？那明天后天都有很多大家会关注的事情。但是今天来将军，第一个徐春英，然后今天到了台北，因为被起诉嘛，起诉以后，然后到了新北地院以后，然后去拘押这件事情，因为大家最近一直在看，包括徐春英，因为那时候本来民众党要提徐春英，后来是因为结果大家讨论成那个样子，后来有提李珍秀嘛。对，这整件事情，徐春英跟李珍秀就一直告诉你，他100%效忠中华民国，然后也告诉你说这所有的一切，他被包括绿营追杀什么什么讲，他陆配到底哪里有得罪了民进党，得罪了用
一样很多这样的一些的方式。但是当徐春英被接续收押以后，对李珍秀来讲会有任何影响吗？李珍秀应该就是徐春英的备胎。我明白讲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徐春英当时在选举那段时间闹得这么大，现在徐春英是立委。各位想想看，如果徐春英现在民众党的党团里面进入中华民国立法院当立委，这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大家去看那个起诉书，真的是瞠目结舌。它不是什么仪式，更不是什么没有证据，它是非常精准的。他就讲说，我就是红的。这是起诉书里面写的，我就是红的，我不是蓝的，也不是白的，也不是绿的，我就是红的。他根本不演呢，他根本不演了。而且呢，他在之前最早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国民党能够帮他们达成一些目的，例如说陆配6年改4年。后来他也是在起诉书里面写的，就是他发现国民党没有这样做，即使是席次多数也没这样做，所以他很失望，所以他另辟战场，找到了柯文哲，发现了柯文哲可以谈，而且好像决心很够，而且愿意把他放在安全名单里面，然后他就决定说这可以合作。哇，你都不知道他把这个事情传到对岸，他们有一个对等的会，那些人，你不要跟我说他不是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那人就是共产党，他都是主任、副主任等级的，还有一个副主任在里面写说，哇。如果国民党给新住民这个陆配一席，民众党给陆配一席，新党再给陆配一席，你知道这个副人讲什么？你知道，我做了这么多年，我死都瞑目了，因为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叫做什么大联盟啊，陆配大联盟。他们想过，这不是统战，什么是统战啊？这是统战活生生的进入中华民国立法院，这是起诉书里面写的。而李珍秀呢？李珍秀就是徐春英背书的接班人。而李珍秀呢？李珍秀就是徐春英背书的接班人。因为这里面也是起诉书里面写的啊。他李珍秀这个人。可不可靠啊？能不能信啊？他说明天我去党中央跟民众党谈一谈，徐春英说的。所以你不要说这个李珍秀，但这点证明了一点，李珍秀并不被对岸考核，就是李珍秀的考核没有经过对岸，他只是经过了徐春英。那徐春英现在表示他考核的不够好，因为李珍秀突然间说了，我不怕民进党，我也不怕共产党，小粉儿不靠你吃饭。这一点我相信，如果徐春英没有被起诉的话，他回到中国也难交代了。因为你怎么会交出这样一个人来？那由此可知，李珍秀就是徐春英推荐的。那徐春英呢，在起诉里面明白了，他违反反渗透法，而且呢也什么银行法，哇，还很多啦，有4个法，什么诈欺一大堆的，他的金流在里面也显现出来咯。他如何把人民币非法兑换变成新台币，他那个方式写的哇，琳琅满目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哈，你如果要换钱，你不用急着把钱直接换，你汇到我这边来，我在你大陆的户头汇进等值的人民币。他用这种方式，这个等一下人就会讲得很清楚。我觉得让我吓得满头大汗。如果当时徐春英不是经过我们全国所有的人民、所有的政治评论员大量的检视，他会进立法院他真的会进进去后他的危害绝对超过你看过的所有立法委员，因为他是负有任务的，他的任务是什么？让中国的力量进入中华民国的立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力量，我再讲得清楚，他的目的就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力量进入中华民国的立法院，主导你的修法，改变你的制度，改变你的法治。各位，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用打仗，没有烟硝味的作战，所以难怪他那个主任会说，如果你可以做得到，
我死都瞑目了。如果这样看的话，那当然对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然后看到包括这份起诉书的一些相关一些内容，他当然也有相关的一些的批评，让你听一下来。党中央是非常严肃的在看待这件事，但是台湾民众党是一个有制度的政党，接下来因为我们已经接到了居民的检举，我们就会交由中评会，由中评会依台湾民众党的制度来进行处理。作为一个法律人，我看完北检的新闻稿以后，我已经不晓得这是检察官写的，还是民进党侧翼写的东西。谁指示徐春燕来帮柯文哲站台？中国共产党2024年的选举是支持柯文哲的怎么会讲这种没有常识的话？好，那李娟秀因为讲了，在直播的时候讲了高虹安是不是有收柯文哲的700万，然后有人直接检举，所以黄国昌主席前面就讲说已经接到检举。好，那这时候那是不是就要依党规，然后看要不要惩处李娟秀，这是一块。另外就是徐春英这块，任俊听到了没？那到底是检察官写的，还是绿营侧翼写的？这个身为一个不是法律人的人我听到黄国昌这个自称法律人的说法我不禁就笑了一下因为其实老实讲到要起诉的阶段这个在之前一定有什么，一定有这个徐春英他担任被告嘛一定有律师嘛所以这里面包含到检察官会写在这上面的东西，律师一定在这上面一定有跟检察官有过攻防嘛就是检察官一定要出示证据你律师也一定会问嘛，你手上武器拿出来大家来看一下对不对你今天跟我讲说你起诉书里面给我写到说他跟中共民政部海峡两岸婚姻还有中共简单就是说呢，他这些呢，你的徐春英就是被他吸收了啦。然后吸收完了之后呢，你看假借透过服务陆配家庭事务界建立联系管道，还汇报国内政情、选情等舆情，还有这些东西呢要干嘛？还有一些什么政党内部情报，所以呢，来指示在于111年台北市市长选举、113年总统选举为候选人宣传站台亮相造势指示。我如果是律师，虽然我考不上但我一定会问你，凭什么讲我指示？你怎么讲指示？你拿资料出来嘛，拿证据出来嘛。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帮民众党当律师的人，到最后都要被民众党去质疑说你的律师到底是 O 不 OK 啊？会到起诉书的这一段，他的律师如果都不争议，就随便这个检察官随便写，那我也讲实话，这律师大也不合格啦。但我不认为会这么瞎嘛。再来就是当黄国昌说台湾民众党是一个有制度的政党，我不禁想到，奇怪，为什么现在有一个叫陈昭姿还在当立委你们不是2年条款吗？原来你们的制度是私底下有人可以去瞧一下，就是说，你如果那个还没达成，我就可以让你继续当。你们全场上下完全不敢提这件事，包含黄国昌。今天徐春英被提名要被提名的那个阶段，请问黄国昌你在哪里？请问黄国昌你在哪里？没有你民众党没有你你在当时是个局外人你是后来为了要拿那个不分区立委，还跟柯文哲签了协议，说什么党内事务你都不管。那个实质有接触、有接洽的人，根本不是你黄国昌。那时候黄国昌应该跟亮君比较熟。没有，他那个时候还是实力的吗？他虽然党籍是时代力量，但是他已经长达1年没有跟时代力量里面的那些领导人联络因为那时候你们还是同一党吧？失联他只是名义上还是挂在那。那时候跟阿管比较熟。不是黄国昌作为一个法律人，作为一个民法上面，我用巨擘来形容他，好不好？哇。我这样子，好，对不起，我破了，对不起，我道歉。你用巨擘，我道歉因为他民法看起来应该是蛮有他的学问的，讲他巨擘也不行，也要被他骂，那这样好难做事啊。不是啦，你对法律有你的独特见解，我觉得 OK。但你刚刚听到的那一句话说，他不知道这个是检察官写的还是民进党侧翼写，我告诉你，这就是政治语言啦。这就是政治语言啦。今天徐春英被收押禁见。你是不是连带把法官一起骂进去？因为裁定收押的那个是法官施压庭要过是法官是啊，就整个所有的司法制度到了民众党的嘴巴里面，永远变得这么的可笑。结果你不知道原来最可笑是他自己啦。
这里面其实当然有一些状况啊，我不知道对国民党来讲会不会觉得这个徐春英被起诉来讲是对国民党也是一个羞辱了啊？为什么？因为呢，其实他这里面有提到说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你包含到去看《中国时报》哦，这个非常有公信力的报纸哦，他们有特别提到一段，就说他们有去研究过国内的政党，结果发现到国民党啊。说假装要照顾陆配，结果把人家放在不安全名单，所以认为是打假球，因此才觉得要去找民众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中国时报》这么有公信力的报纸，还提了那2个陆配的名字，就写了啊，他就明白这样写。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哦，其实这整件事情我不要看黄国昌怎么说，因为在当时你就是个局外人。你们现在民众党的那一些立委啊，那些党主席愿意帮柯文哲辩护，是因为你们今天有的一切都柯文哲给的，你们那个什么位置都是柯文哲给你的，所以你去帮他扯一堆，我觉得 OK， 那是你的权利，我也不会去反驳你。但我请大家回忆一下徐春英当时的状态。徐春英被质疑说他的身份跟他很多事情有问题的时候，柯文哲的态度是什么？请大家回忆一下，柯文哲当时的态度是叫他自己去面对，让子弹再飞一回，再让风再吹一下。柯文哲当时是不是这样讲？我们那时候觉得非常奇怪。你看他现在柯文哲怎么讲橘子的？柯文哲说。我不过就跟人家 social 回应一下，橘子居然跑去跟周瑜修说，周瑜修赶快传简讯给我，所以我柯文哲生气了，对不对？我不过就跟人家讲，你就是我旁边的人，你居然还跑到这边来管我。柯文哲是如此治军慎言的人，为什么在徐春英当时的那个事件里面，柯文哲的做法居然是让他自己去面对？后来你现在看到才知道，不是民众党把他换掉的，是徐春英跟人家讨论完了之后，发现到不行了。他自己退出，最后补上了另外一位，就是现在大家觉得非常有争议的李珍秀。民众党现在被质疑说，那为什么补上的是李珍秀？民众党说这2人毫无关系，我也不太知道你们关系是怎样。我再讲一次，现在的民众党其实你没有办法帮柯文哲辩护，因为决定人选的都是柯文哲。如果有陈昭之这一种，可以私底下去谈暗盘，去讲完就是说，连你们自己都被打脸到你们不敢回应的那个2年条款，陈昭之可以例外。我就请问一件事情，请问在这一个现在被收押禁见的这一个所谓的徐春英案子里，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徐春英有负这样的一个任务？亮君，从徐春英一直到李珍秀，对民众党不伤吗？而这个整个看起来，那还要这样一直这样下去吗？我觉得民众党现在面对这个事情，看起来他们打算持续硬着头皮往前冲了啦。就是说，现在其实包含在国际上的争议之外啊，现在爆发徐春英的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是真的希望每一个观众朋友你就上网搜寻一下徐春英，然后新北检起诉书这样子就是去看那个内容，你真的会觉得毛骨悚然，因为里面的内容是这个新闻稿里面是讲的，在犯罪事实的部分，他讲的非常的清楚跟明确，就是说徐春英他是透过跟在台湾的中国人，也就是所谓的中配，然后保持联系之后，长期的汇报这一些中配在台湾的状况，那所以。长期的汇报，那刚刚黄国昌是讲说什么？这是看起来很像民进党侧翼写的，这不像是法律用语。这个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检察官会这样写嘛？长期的话，那可见是包含在扣押相关证人的这一些通讯资料，甚至是徐春英的手机或电脑。就可以发现说是不是有长期去回报这一些相关的讯息，所以我想这一些资料检察官都一定是有掌握了。那今天出来也是继续在徐春英的部分也继续延押了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在过去它可能是在民间那可能有一些公务机关当然也都会有所谓的共谍，可是它现在是堂而皇之的直接要来进到公职人员里面了那像现在它包含在这个新闻稿里面都有提到说去跟各个政党去索取不分区立委的席次。那如果这个真的是真的，也就是中国不断的要透过中配在台湾，然后来影响台湾的政治。那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很多人很多民众都觉得现在李珍秀的这个问题？民众党应该要面对，而国民党也不应该声援啊。为什么？第一个是依照相关的国际法，你双重国籍就是不能担任公职；第二个是
徐春英他一直讲不是这个李珍秀他一直讲说他没办法放弃他的国籍啊，中共不让他放弃啊。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一直不断的要求大家单一国籍，尤其像中配这个部分？第二个是。徐春英他一直讲不是这个李珍秀他一直讲说他没办法放弃他的国籍啊，中共不让他放弃啊。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一直不断的要求大家单一国籍，尤其像中配这个部分？因为按照中国的国安法跟情报法，他们所有的人民都是有必要配合中共来去回报相关的国家情报的嘛，所以。现在这样子，你仍然拥有中国国籍的状态底下，再加上徐春英的这个事件爆发之后，民众党真的要继续帮这个李珍秀讲话吗？国民党要继续帮李珍秀讲话吗？那现在看起来，因为刚好李珍秀在直播里面讲到说，柯文哲这个。高虹安拿了柯文哲700万什么的，然后现在有人去检举他，说影响民众党的这个名誉啦。那现在他们中评会要开会，那民众党会不会想要用这个方式来顺势让他下车，就让他离开，把这个事情脱掉？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很明显的，民众党的支持者看起来是觉得这个李珍秀伤害阿北的名誉比伤害国家更加严重啊！我觉得这样子的反应也会让我觉得非常奇怪哦。那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柯文哲在当时处理徐春英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他除了把他推到第一线之外，他还说什么呢？他还说让他充分曝光，看他有没有能耐打赢，反正我们备胎先准备好。所以柯文哲在当时的这个所谓中配不分区的提名，他是完全清楚的。那黄国昌你清楚吗？你今天出来记者会上面讲，你怎么去帮当时那个时候你根本就说你进来民众党不碰党务，那你怎么能够帮当时的柯文哲或者是当时的民众党去背书呢？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那现在整个民众党看起来是要压上去了，可是随着接下来起诉之后，甚至进到审判里面，在这个法官开庭之后，有更多的这些内容跟资讯曝光，我觉得李珍秀现在这个国籍的争议，在全台湾国人的眼中，我认为是不分党派，大家都觉得他不应该再继续担任立法委员。林涛，从起诉书徐春英这一段到李珍秀最近，除了你说国籍的一些争议，然后包括他最近的一些言行，包括骂了钟小平啊什么这些，对国民党来讲会怎么样？刚才亮君一直在讲说，国民党还要再压上去吗？还要再一起声援吗？那国民党现在会有什么态度？而这个态度会影响到蓝白合未来的合作吗？我觉得呢，徐春英跟这个李珍秀是完全不同的案例，要分开来讲。像徐春英，你看他这个起诉书里面在讲说，中共官员他自己跟他聊天的时候说，李珍秀是不是接棒的问题？他说，我们这边有聊到，那单方面输出嘛。而且徐春英讲话有算什么很重量级的，然后跟中国官员讲话有什么代表性吗？也没有，等于就是说中共自己在很嗨的去这个想要跟这个徐春英讲这些内容哦。第二个徐春英绝对不是代表所有的陆配，当然，他就是他自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还讲说他不是蓝的，也不是绿的。一起昂我觉得所有的陆配，所有的台湾人不会接受。今天陆委会有发布，他是个案，不代表所有的。对，他是个案。那所以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因为他是个案，他的司法的案件他自己要承受，包括他还有什么炸弹，哇塞，怎么那么多事啊？你也拜托好不好？你从事公共事务，你还什么炸弹，然后还什么违反银行法还诈欺，哇多了。真的是很忙啦，他很忙。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刚才亮君提到这一块，我也必须讲啦。绿营府院党很多共谍，不要觉得好像中共一定说我去渗透白营的谁，然后借由他，然后进入立法院要影响国家大政，他就是一个民意代表的民意机关。可是呢，民进党被抓到是在府院党的行政机关，这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是因为他们接受机敏的案件，立法院现在你连要个东西他都不给你了，你还要什么机敏资料？你要给人家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有这个差异哦。第二个我必须讲李珍秀
其实我也觉得蛮奇怪的，为什么他就安静个72小时会怎样？其实我跟你记得吗？上次我坐在这边，我讲说那时候他接受那个广播，我们都说，当他在讲他的父母被共产党照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不可能嘛，你怎么会讲到这个内容呢？对啊，是啊。那从那天开始，我们觉得说应该他会少讲一点，没有，这个越讲越多，然后现在还讲到高虹安的案件哦。高虹安，那你懂高虹安的司法案件吗？人家打了这么，他说法庭都有去听啊，他是法庭上听到那700万的哦。而且事实上，检察官做的那个 PPT， 他说其他人没有听那么认真，他超认真的。显然李贞秀不认真听嘛，人家1年半到2年的这个，柯文哲听的，不是啦，我是觉得李贞秀你去问导游啊，你就点啦，因为你其实高虹安的案件1年半到2年半，高虹安面对司法的案件其实很辛苦的。然后你今天身为一个台湾民众党的党员，就算高虹安市长这次不是挂台湾民众党，他是用一个无党籍参选，你都不应该这样嘛。第二个我觉得一码归一码，可是李贞秀在立法院有没有是中选会核定的资格，而大法官监事的身份，是有的。所以我们的基调其实跟刚才台湾民众党的黄国昌主席一样，他现在在受到这个民众党的考纪会调查。我认为台湾民众党的高层会直接给点点，就是说你至少72小时，不要再让新闻越演越烈，反而其实对于整个在野阵营不一定加分。我很快补充一句其实今天我们有跟江河苏议员同台，我们这段时间质疑李贞秀，我们不是要压制他的言论自由。你们希望他多讲？不是，我们应该是希望他多讲。我们怀疑他的是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可是现在民众党要处理他的是他的言论自由。对啊，这两个切入点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江河苏议员就说：“你们这群怎么样？全部都在护李贞秀。”我说没有，我们怀疑他身份，我们对他的言论自由我们没有干涉。OK， 赖明凤。不管是徐秋英或是李贞秀，所有这些，有人说都在柯文哲一念之间。尤其李贞秀到底，因为他现在等于是掌实权嘛，那到底他要上下，那到底是什么样？但是对柯文哲来讲，他应该现在心心念都在明天吧？明天你看他最近专访这么频繁的一些的专访，他就是在，我觉得他就是害怕，然后赶快找人讲话这样子，因为否则他怎么以什么压抑他的焦虑感？大家都说他判15年以上，他不怕吗？真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但是你作为一个，你起码是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啊。如果你有勇气去领导一个政党，然后去面对官司的时候，你就好好处理你家的这个人啊。每天现在国会新闻就看到李贞秀在闹，那你觉得这个民众党的这整体的所谓的民调会高吗？他现在你看陈晚会在宜兰大家都认为还好，不错，可是8-9%不是吗？对，可是现在民调做出来，这人竟然也只有8-9%啊！那以前跟我们认识的陈晚会整个选过立委的人，既然民调只有8-9%，那你民众党你不觉得应该要很警醒吗？那我们现在只是不晓得说你这个嘉义做出来是多少这样，可是做出来都不高嘛，包括新北黄国昌的部分也不高啊。那你柯文哲，你现在民调你勉强还比郑丽文多3%而已嘛，差不多这样子。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这种乱国会是，然后凸显什么陆配这种东西有用的话，你民调早就升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黄国昌这个意思就是要砍人了啦。因为你不好意思说，我如果说只是对抗民进党或是骂钟小平，那就算了。好，李贞秀该死不死就骂到自己人了，然后还扯到高虹安跟柯文哲，那我觉得法官看到这一段，我是不是要回去看一下？对，因为本来没有人把这一段。对，没有人去在意这一段，然后现在就变成一个焦点了。那明天判出来的时候，大家一定会问说，那这一段呢？对啊，所以法官一定会去改这一段嘛。那你最麻不麻烦？所以江河树昨天就开始开炮骂李贞秀，这就一个开头了。然后现在黄国昌公开承认有人检举他了，我觉得他就是要处理。我觉得趁这个机会，这是我自己处理的，是他骂我们自己人，我们违反党纪了，我们就叫他走。我觉得这样子，民众党就可以真的
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他早就应该解决，这样下去。大家就只看到国会李珍秀，每次国会是李珍秀，然后呢就说这就民众党了啊，民众党明明不会少一席立委，那你干嘛不把它弄掉？为什么一定要这边乱说，让一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做了立委，还坐上主席台？我觉得光这样子口述的语言在民间流传，你民众党是吃不完兜着走了啦。那李凤，请问一下，柯文哲明天的判刑的？我们说无罪、重罪就10年以上，然后或者10年以下这些，对于包括他自己或对国内政坛的影响，因为有人回头去看，说实话，你说从2014年，那真的是突然卷起圈堆雪，然后一战，然后台北市长，然后接下来一路，这个过程，南柯一梦真的就是这样吗？对啊，就是台湾的传奇人物啊，就是从那个，我觉得柯文哲他自己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惜啦。我觉得柯文哲他自己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惜啦，刚才在可惜马总统，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柯文哲是一个很可惜的政治人物。2014年那种大家对他的这个支持啊，那是跨越蓝绿的啦，所以在票是非常，大家就说第三政党可能在柯文哲身上会真的在台湾成型，可是没有想到经过10年而已，他就已经。快要灰灰烟灭了。我说实在，这个政党，如果你这样子弄，让李珍秀继续乱，然后有徐春英这样的出现，徐春英这个过程里面还帮黄珊珊，还帮柯文哲站过台，这样车延下来，那你民众党的这个基层，或是这个比较。他们有一些比较亲绿，有些比较亲蓝的，那是不是又跑一半了？所以我觉得，就说你这样的党，从一个那么繁盛的政党，然后就是你一个人领导不当，然后你自己又不只会骂别人什么拿刀叉吃牛排啊，吃牛肉，那你自己呢？拿什么东西吃牛肉，吃人肉？那你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的问题，然后你知道问题以后还不反省，你把那个大巨蛋你骂，你说我最近他听不晓得是谁在骂大巨蛋的时候，他就骂那个人说，你有参与过大巨蛋吗？大巨蛋是我一手弄的，好啦。大巨蛋你一手弄的，那我请问一下，金华城你就不弄了吗？所以他讲那个话，如果你回到你正常的思维的时候，你就怎么该去处理这些事情，也不至于让整个政党就是陷于一顿混乱当中嘛。那如果明天重判，你根本就算告吹了啊。但是因为你这个我们司法制度就是会3审，他就会是一直在搂啊，就说谁在破坏他什么之类。可是台湾社会已经不吃这一套了啊！你明明白白很多证据都摆在前面，又不是说像那个什么而且现在被办贪污人，即使是民进党自己人也不敢乱叫了，对不对？都很低调，但柯文哲就不一样，柯文哲特别高调，他觉得他几乎跟陈前总统是差不多的，比陈建勇还高调，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看你被判刑之后，你要怎么面对嘛。如果你还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民众党就是，而且你没有好好做好这种接班啊，或是铺排的动作，你所托非人嘛，所以就越走越偏啊。请问一下，沈静静，最近这几位被告，我都没有忘记这几位被告，都频发言，沈静静也是，他还发了个签字文。但是大家后来发现，他的身体状况现在到底怎么样？好得很啊，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不是出庭的时候，就是坐轮椅，好，然后旁边的类似什么挂这个带那个带的一堆的。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什么病很多啊，然后一副快死的样子啊。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说，那个就骂那个北所啊，人都已经好像快挂，你怎么还不放人啊？什么之类。那大家都知道嘛，如果他真的有生命危险，北所绝对不敢不放人。结果现在证明了吧，就有人拍到他在那个舞池里头跳舞，然后非常的优雅，然后跟一个漂亮的女生这边转来转去的，他还这个看起来一点都没有病，还非常灵活，还比一般人同岁数的人还灵活。对，大家因为这个影片有版权问题，所以没有放，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影片。
我告诉你，你平常人，我看于将军也比不上他那么轻巧。于将军比他年轻多了。对，可是对那个韵律感我们抓不到。所以我是说，于将军也比不上他轻巧，他韵律感非常的踩点踩的他还很准啊。所以你这样怎么说嘛？他用力复健呢？对，他说他的复健嘛，用力复健很好啊。练武是最好的复健。对，他的复健方式就很愉快，别人的复健就很痛苦。我也不晓得，我们有很多朋友的妈妈、爸爸都在复健，就是要熬了，要很痛啊，要折哪里会很痛。可是唯独他的复健就非常的轻松愉快，这也算是台湾史上面很优秀的受刑人啊，不是受刑人，就是被告啊。对，那任俊，柯文哲最近喊冤喊的，然后包括黄国昌就讲清清白白，他们明天看起来明天会有很多人要去声援，然后就直接要去喊他清清白白吗？对于法学有专业素养的黄国昌的言论，因为我稍微修正一下，我刚刚好像引发众怒了啊，对不起啊。我决定把他言论放到一边去因为这整件事情他根本就是个局外人所以黄国昌讲什么那都政治语言但因为刚刚讲到记忆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回来谈金华城，大家还记得一件事情，这事件有经过法院宣判，而且是北市府胜诉，后来柯文哲决定重启去谈这件事情，他的说法是因为人家有陈情，人家有意见，我们就研究了一下，研究到最后，法院判决都是北市府是 OK 的状态之下，我还没看过哪一个市政府会觉得我法律上是赢的，但我决定自己自断手脚，不要管法院，我们就认输。我还没看过这种鬼事啦所以我刚提到就是说，沈庆瑩当然他有很多他要讲法包含到他跳舞那个，他今天有回应，他说什么？其实他的回应最重要是下面那几句，不要为了经营权之争刻意剪影片。所以他其实这件事情，他讲说他就经营权嘛，他为什么没事要突然讲这个？我认为他内外都遇到一点问题啦，包含到因为有人要抢那个经营权嘛。对，不，所以他那个影片很好笑，就是说他说是因为他爬山什么脚举不起来这些，那已经他到最后讲说，你不要讲我跳舞轻盈，因为我那叫肌肉记忆我一听到音乐就自动就这样起来了，我脚也会自动。你说了就算了，反正但重点是他讲到说这一个影片会流出，是因为经营权的这个争执回来看一下柯文哲柯文哲当然到处受访。今天呢，又有人讲说柯文哲就你有什么问题就问他，结果他就讲了那个橘子为什么翻脸离开就我刚刚提的那一段，就他说因为橘子干预我，对不对？让我就不高兴，我就把他赶走。可是呢，记者其实后来就直接问他，那为什么不叫他回来？我觉得柯文哲说法很有趣。他说：“我当然不能跟他联络一联络你们就说我跟谁联络，对不对？又增加你们又要关我又干嘛的理由。”然后他又说了一个干嘛叫人家回来，多一个人被关。我觉得这说法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现在有个东西叫网络，你可以搞直播你们民众党不是最喜欢直播吗？你们不是最喜欢自拍吗？不最喜欢摆拍吗？橘子他不用回来，他不回来，我跟你讲，是全台湾只有民众党希望他不要回来，我们大家都希望回来。这一年多的时间，橘子是没有任何讯息的。我讲实话，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尤其特别是这2天看到林炳文的事件，大家一定希望他平安嘛。我还没有看过相关的，尤其跟你同事的这每一个都叫你不要回来，我也不太懂，连你老板就叫你不要回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逻辑可能在他们家是认为是正常。一个音讯权，我来柯文哲再放一个讯息，你不要回来，我希望他不要回来，不然被关。不是你不就拍个影片就好了嘛。柯文哲对于有没有拿钱的这件事情，他怎么说？你们讲什么那个什么橘子是账房，不是啦，他不是管钱的，他就是一个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人。不是，我也知道那谁叫他做？那就你那你到底叫他做了什么？他也没说。好，再来，他接受那个专访有几个很怪的地方，比如说那个 Excel 档，那个不合理的地方你们都不讲。不是大律师在这边我就问嘛，它上面有10项东西。有9项都不合理，那如果有1项是 OK 的呢？它成不成立？10点里面不管你结的什么10个说这个有钱这个有钱，10个里面有9个都说没有排除掉，那有1个被证实他有，请问这件事情会在法律上有没有问题？
你总不能去讲，不好意思哦，9:1，酒比较大，不要管那个1，不是嘛？你到底懂法还是不懂法？还是你明明知道法，然后故意胡说八道？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你不讲？不合理的你的律师就会排除掉了嘛？不合理的，你的律师就会排除掉了嘛。你们到现在起诉完了之后，是检察官也要把武器全部掏出来，你律师也可以去跟他要啊。要完了之后，你们法庭公访完了之后，到最后你们可以自己去做。但你居然去接受专访，去骗你的小草说那个不合理的不讲，不是为什么要讲不合理的？你只要明白讲那些有收钱的那些有些东西，它为什么会变这样？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柯文哲不断的对外在宣传一件事情。这个要判刑很难呐，他是不是之前公开讲过？不是难不难？我们在座都没有人敢讲说难，明天宣判大家才知道嘛。可是他不断的在注下，哎呀，我就是因为我如果讲太多，我就会判10年以上。不是你注这种侠很奇怪，你知道吗？你就是要把它导到政治上面。我柯文哲认为我的案子不会有事，但如果我有事，就一定是你搞的。他现在做法是这样啊，民众党上上下下就 follow 这些。李正秀是一个最奇怪的一件事情。真正要李正秀讲的人是谁？受到伤害的叫高虹安高虹安现在是民众党党员吗？不是啊，民众党早就跟他切割了。结果民众党今天说要处理高虹安，是因为检举。我就问一句，他检举什么？请民众党具体把检举事项拿出来。是他伤害的柯文哲，还是他造谣，还是他胡说八道？我就问一件事：李正秀现在有民众党的党职吗？你最多停权而已啊。他如果没有党职，你要不要停权什么？还有一个，不然你就开除他党籍嘛。民众党是不是想要下车？不然你很难去理解，就是说这样闹下去还得了？我跟你讲，你不要小看民众党，我小看他，对不起。坚持不下去。郭明老师，那这整件事情，但是你看柯文哲除了在专访里面一直形塑，刚才任俊讲的，那他也有讲说，他要判他很难呐。你证据、人证、物证、金流什么东西你都找不到。好，那如果这样，万一被判，对任俊觉得那就一定是你们要搞我。你们一定要是这个样子，他觉得，对，一定就是这个样。可是他在整个访问的时候，我不知道那3不5时也会对国民党这人喊的话，譬如说有几个地方，如果要是没有民众党，你们就很难选了。你四川如果要是黄国昌选到底那你就很惨了。不是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运用这些的？他现在我跟你讲，大家在讨论说他明天会判几年，那根本没有意义。有人说10年以上、10年以下，什么他可以参选，可以不能参选，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他已经把它形塑，那就是政治打压、司法破坏，管你几年，你给我3年都是政治打压了，所以他已经是洗脑这一群小岛，所以你明天判几年对他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已经把他自己绑成是跟美丽岛大神一样了。美丽岛那时候也被判无期徒刑啊，已经被当成政治犯，你敢不敢？所以他已经把他洗脑太多了，好不好？不，公民老师不是我的问题啊，是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贪污，但是他对那些小草，他已经把他洗成这样，所以他只要能巩固那一群小草，不好意思，他就是有破坏力。他已经很大声的讲了，我李四川、黄国昌只要选到底，李四川就挂了。他还有其他地方了。然后听说他最近还去瞧那个嘉义市长，他希望媒体说他希望劝退那个嘉义，因为嘉义是他们张启凯要选嘛，他希望劝退国民党的翁寿良医师，但翁寿良医师不要，就是要比民调。他就可能他有意见的，因为显然目前看起来的民调，不管是宜兰啊，还有各地方，看起来就是民众党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说好像还是很厉害，空战好像就很厉害。你看，其实比起吴宗宪，好像那个陈婉慧啊，很多常常上媒体啊，好像跟他瞎就懂了瞎。可是真的做民调的时候，我跟你讲，回到根本的组织，其实你那个陈婉慧民调那么低，是不到10%，所以他知道如果这个3个地方嘉义、宜兰跟新北下去比的话，他们民众党会输得很难看，那就中输啦。那刚刚讲，那你说高虹安算民众党吗？也不算，高虹安其实早就退党，所以他其实算是你可以说是蓝白共推，但他也不算民众党。所以这样比较，民众党归不民主，那他可能怎么跟人家玩？那他如果没有办法玩下去的话，他2026没得玩的话，他2028怎么办？所以他必须做一件事情，他现在就是用这一招了。他明天司法不管，反正我就被判了以后，我要绑起来。你知道，我现在就是一个绑起来的概念哦。你国民党要不要上这台车？你要不要帮我声援？他现在不能只有小草声援他需要国民党声援。你国民党要不要声援？你不声援是不是？好啊，黄国昌选到底，李四川就挂，这个可以复制很多地方。你觉得他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要跟国民党
如果我被判的这个时候，尤其在明天，当小草去喊清清白白的时候，他会看里面有没有国民党的人，有没有包括你们主席，包括你们这些从政人，最好钟小平要不要来，然后一起喊清清白白，是这样吗？就是这个概念。而且我跟你讲，他可以复制贴上。黄国昌选到底，李四川就挂，叉叉叉选到底，哈，桃园张善政就挂，叉叉叉选到底，苗栗中东锦就挂，他可以复制贴上，他底下人那么多，这些人为柯文哲卖命的底，就是反正你知道，你这次为我卖命。我2028年我可以提你当不分区啊，或是2026就让你选议员，所以我跟你讲，他手上还是有很多筹码。但他这些子弟兵光要排练嘛，成事不足，他只要每一个区给你乱个5%、10%，你国民党的出来干。来，林涛，如果是这样，是雪上加霜。来，林涛直接回应一下。其实明天国民党会去声援吗？对，我直接回应一下哈。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哦，其实如果要国民党声援，在这个司法的调查的力度不公的状况之下，我们一定站在司法的公平性那一边。我觉得这会比你拿几个县市来讲会更有说服力。我认为一般蓝营支持者是这样，因为就是挺司法嘛。如果这个司法防线退的话，那再也会怎么样被追杀？我觉得这个地方比其他县市说服力。第二个呢，说真的啦，这个一中哥讲说复制贴上，我不认为复制贴上可以。你要不要复制一下之前台北市黄珊珊选到底？蒋万安还是赢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讲说这个官司，然后又在呛说新北市啊，反正呢，如果选到底，李四川一定会挂。他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讲，最好不要来搞乱去蠢。说真的啦，这个一中哥讲说复制贴上，我不认为复制贴上可以。你要不要复制一下之前台北市黄珊珊选到底？蒋万安还是赢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讲说这个官司，然后又在呛说新北市啊，反正呢，如果选到底，李四川一定会挂。他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讲，最好不要来搞乱去蠢。当然，我可以同意，因为上一次张善政跟那个赖香林选的时候，赖香林也是被边缘，我完全同意。但是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国民党，我会好刷你，我会不台不去，还要去冒这个弃保的风险，所以最后就是安抚他。怎么安抚他？嘴巴安抚嘛，就所以我第一个司法公正什么的，就让柯文哲高兴。没有，所以我第一个层次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你要用这个角度来叫大家支持司法，反而说服力是低的。你用司法本身来说服，反而是高的。我觉得这是很持平的判断哦。第二个，任何一个县市都有不同。比如说宜兰，基本上陈婉慧跟吴宗宪他们本来在政策上跟路线上就很接近，带5亿。如果嘉义市是张吉凯委员的民调大幅获胜，我也认为应该提名张吉凯委员，这很直白。可是新北市不能说你们选到底，然后所以李四川要怎么样？说真的啦，台北市玩过一次，不会再复制贴上在新北市啦。所以我觉得回过一个状况是说，今天柯文哲主席对外讲说，因为司法调查没有金流、没有资料，所以你这样判我是不公允的。所以司法的结果会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我最后容我补充一下，因为我还是要用李珍秀的话来讲。李珍秀讲的那个700，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次。这里面有500是王叉林均证称交付款项，他有证明哦，他是有承认的哦。然后这边谢国良的200万均证称交付款项，重点是这个钱进到柯文哲的手上以后，他有没有转到高虹安身上？显然高虹安昨天说他没有收到，而且他可以去法庭作证哦。他话讲得很重哦。所以我们其实早一都柯文哲没有解释。OK， 所以结论是这样哈，结论是司法的几种可能性的，不是被判跟不被判的，是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无罪但大尾嘛，就是开绿灯的嘛，但有可能是在某一种灰色地带被判得很轻的。那我也觉得说过去这样大家就可以画把它 K。可是如果是重判的话，那当然是不同的局势，就看明天怎么判。来，亮君。我觉得这个跟刚才林涛一直讲说，要以司法来看啊。但是如果以司法来看的话，就是说金华城案，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上大家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就是说金华城的案件，它真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且这个案件就是你们钟小平踢爆的。那所以呢，这
这个整起事件发生到现在，检调也是去调阅资料，然后呢，再加上说现在大家在讲说，没有柯文哲跟黄国昌讲说，没有金流，没有人证，没有物证。那这个谢律师也在这边，你图利的部分就是这样啊，你明知违法而使他人可以得到利益，他没有所谓金流这个东西，他就会成立图利罪了嘛。所以这个其实。重点是柯文哲知不知道这个事情？那柯文哲他当然先前都会说我不知情，我不知情。我讲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样子一个飙破天际的容积案，市长不知情，那真的是离谱至极啦。所以整个过程你要讲说司法的公允性的话，我认为检察官跟法官调查的过程，调查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去讲嘛，对不对？他就检察官已经讲得很清楚，相关的人证都还没有。回到台湾，然后他们也怕有串证的可能。现在柯文哲这个通通都是当时检察官他们所考虑要继续严压的重点嘛。就是想所以呢，接下来进到审判的最后的结果，还是事实证据去讲话嘛。只要有证据，条件图利罪的条件通通构成了之后，那接下来就是看判刑期判多久嘛。那国民党要不要继续声援嘛？图利构成了这样子一个在台北市从未发生过的容积案，如果这样子可以，那以后台北市其他的建商也都可以这样子干了吗？对不对？来，将军最后1分钟来，我很快的讲啊，柯文哲不是办了一个那个什么政治献金的那个讲习吗？对，他在后面的时候，他讲了好几句话，哈，这样子也会犯罪啊？哦，这样子也会犯罪啊？哦，这样也会犯罪啊？哎呦，糟糕了！柯文哲选3次了吧？他装傻了，他选了2次台北市长，选了1次总统，然后跟我们说啊，这样也犯罪，你在演什么可爱啊？你在演什么可爱啊？所以柯文哲很明白知道一件事。他要营造一种不知者无罪。我不是故意要犯罪啊，原来这样子也犯罪啊，原来这样子也犯罪啊，没有不知者无罪了。没有不知者犯罪就是犯罪啊。所以我讲，他今天演的那个，就让人家说好啊，他真的不知道。他如果知道，他就不会犯罪。我再次强调，没有不知者无罪，你犯了罪就要接受法律制裁。所以26号大家拭目以待，柯文哲会怎么办 ？OK。明天下午2点半，那柯文哲的案子宣判，那这个宣判的结果，你可以想象，那绝对会对国内的政坛，那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些的影响。看最后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那至于最后判完以后，那整个国内的局势，包括在明天，那有多少小草会集结，有多少一些什么状况，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妹，我们明天见，拜拜。